今天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李光正团长、光正老师来为我们做分享哦。好，那我们时间直接交给光正老师。好的，大家晚晚安。安。我来分享我的简报。好。然后呢，今天我想要先了解一下说，有听过我的课的，麻烦举个手好不好？上个礼拜有来的，1、2、3、4，哦，5位哦，哇，那大家还蛮捧场的，14个人里面有这样子哦，大概比例还算有三分之一啊，好，谢谢妈妈帮我把手放下来，好，谢谢，好，那一样哈，因为我知道还会有一些新伙伴哈，有一些旧伙伴，那我的上课模式就是习惯就是说，我们还是能够在线上哈彼此来做一个互动了哈，那一样。我再把上个礼拜的那个 Jumbo 的那个丢上来，好，那就请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 Jumbo 的画面，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怎么操作哈。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Jumbo 的画面啊 ，Jumbo 的画面，好，你现在有看到我的这个 Jumbo 的画面吗？有，好，可以哈，好，那大家应该都可以编辑的啦哈，都可以进来哈。那这个哈是这样子，就是我这边都有设 A、B、C 3组，那我是比较多的设定啦哈，就是假定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了哈。那因为大家今天人没有到那么多的话，就帮我就是平均分散在那个，或者我们今天，不然我们今天就一组也可以啊，哈，也不用特别一定要 A、B、C 啊，哈。好，不然我们就是都写在 A 好，可是今天几个人？我们现在到底几个人？14个。那帮我分2组好不好？分 A 组跟 B 组好了，就是粉红色跟绿色的。好，然后呢，你就是一样拿你的便利贴，然后贴在，你看你是要 A 或 B， 就选一个号码。但是你在选号码的时候，就稍微记一下你是几号这样。然后就写，比如说有没有看到我那个电灯泡右边有一个就是喜欢户外活动的光正，类似像这样。那你不见得要写喜欢什么，你可以就是随便写一个能够让人家认识你的特色啊，比如说你可以写说头发长的啊，头发短的知影，类似像这样或是就是喜欢就是玩耍的都可以或者你说讨厌吃青椒的大轮，随便你好不好？就是你写一个能够让人家认识你的特色就好了，就随便你想到什么就可以写，身高啊、体型啊、血型啊、星座啊 ，anyway， 你想要让人家怎么认识你你自己本身也接受那的喝好，那就贴在一个便利贴的号码上面，所以它看起来就会是像这样，我选一个便利贴，然后我是写，比如说就是喜欢户外的光正，像这样然后写一写之后贴起来。哎呀，有人在做，好，太好，爱拍照的瑞泰太好哦，对，然后你的便利贴可以不一定要绿色，没关系，好，没有关系，就是你选一个你喜欢的颜色，好，只是我用这个颜色来帮各位做就是分类这样，然后 A 组跟 B 组都可以有人帮我稍微写一下，好，我们待会今天会有一些跟童军活动有关的分组，那我们会用线上的方法来完成。然后大家就来体验一下就帮我都贴在 A 或 B 高位的晓得，高位是什么意思？高位吗？是你吗？高位是的，是的。高位高位。因为别人都不出声的话，我出声变成我最高位的。那你应该说很积极公赶紧做搞位那可以你放在 A 组，这样 A 组他很孤单可以有个人陪他好不好？看你要不要去陪他一下阳光你也很阳光，太好了就是充满了温暖的翰林，谢谢你来陪这个搞位的小德。好，还有其他人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使用便利贴的伙伴就麻烦使用一下我们这样子待会在做分组活动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画面好，我们还有谁没有想要
慧君伙伴跟慧君伙伴可以写写看嘛？哦，可以吗？没有，因为我都用手机，所以不太方便写。哦，手机不方便，对那没关系，你讲好不好？我帮你写可以吗？你说喜欢学习的慧君。哦，太好了，我来帮你写。喜欢学习的慧君，太好了，太好了。好，谢谢。我来确认一下这个慧，不要写错嘿。哦，这个慧好。我帮你贴在 A 组好不好？哦，因为刚好 B 组3个人了。好。谢谢，好。那还有谁需要我协助呢？子琪伙伴是子琪是吗？你有刚刚加入的。你好，可以再麻烦贴一次连结吗？谢谢。哦，连结是吗？好，我再丢一次，好，因为刚上来的看不到连结。好的，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好，来再看一下连结。那个有一个是英文的，就是 ST Auto， 这是 Word， 也是马来西亚的伙伴吗？哦，是的。哦，那您可以写便利贴吗？团长要帮你写吗？我帮你写。对，需要我帮你写。要吗？可以吗？来，蓝团长要帮你写什么好呢？就来自马来西亚的蓝团长。好了，这样最快。好，我好，来团长说。我这里刚刚我用电脑上我写不到东西，没关系，我帮你，所以我帮你打。没关系，没关系，嘿，这个 OK 的哈。哦，副会长大人已加入，哎，副会长大人晚安。但其实刚刚我完全没有听到你们在讲什么哎，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进行什么活动。哦，那我现在分享的这个 Jumbo 你有看到吗？好，你有看到我的 Jumbo 吗？现在我的刚刚才看到，因为我用电脑上看不到，现在用手机上才看到。哦，好，那没关系，你慢慢来，没关系，慢慢来。假日去活动的谁？你点进去2下，它就会切换成那个语言模式了。哦，假日去活动，帮我放在 A 还 B， 让你选好了，因为我手机不会用。这是你吗？假日去活动是你吗？对。您的名字是什么？凯莉。凯莉，哦，谢谢。这是刚刚那个板桥佛光的伙伴。对。好，凯莉，我如果名字打错，你帮我纠正一下哈，这样对吗？凯莉伙伴。对。OK， 谢谢。好，哇，太好了，我们 B 组现在有6个人了啊 ，A 组也有5个人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们今天先让各位先来做这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哈。那记得你刚刚的号码啦哈，然后我们现在也可以稍微记一下彼此的名字啦，因为我知道其实可能每周都会固定的来上线哈，那大家就是好像同班同学的感觉这样哈，就慢慢彼此认识这样哈。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让彼此有更多的理解，就不是只是单纯的听课，然后觉得好像就是没有互动这样，就蛮无聊的哈。所以我也想要用这个方法让大家有更多的互动了哈，所以才每一次上课前呢就会来玩一下这样的活动哈。好，那我现在把画面再切回我今天的简报，那你们的 Jumbo 就一样留着，那待会我们还是会用到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好，那我现在再切回去我们的简报，等我一下。好，那现在有看到我的简报了吗？可以哈，可以。好，谢谢。好，那今天的主题虽然可能对有些伙伴来讲会觉得有点听不太懂，综合活动领纲这里是秘密点哈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本身就是国中的童军老师，那在国中端里面呢，我们综合活动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呢就有3个科目，一个是童军，一个是辅导活动，一个是家政那我记得就是在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问各位说，各位国中的时候有没有上过童军课？不过好多人说国中好像都有的时候是拿来考试童军课都拿来不知道干嘛就是不是考试就是被老师骂不然就当班级经营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身为正式的童军科的老师，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慢慢的让
普罗大众或社区民众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课程当中，童军课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正式课程，因为它是被写到教育部的固定课程里面的所以它绝对会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课程设计，而不是只是就是火梅棒可以消一整个学期这样。好，所以也让各位能够理解，其实在这样的课程设计的话，那我们会怎么来操作？那虽然今天讲综合活动领纲，可是我不会讲的太我们自己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会想要让大家慢慢的理解说，其实我今天带的一些活动，您也可以在你自己本身的团集会来，或者是你自己的童军的一些活动上面来做一些这样的设计跟安排，因为毕竟活动本来就是活的嘛，好。那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简报就是一个学生对孔子说：“老师，您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然后孔子说：“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好，那我想其实透过这一个图表，我想要传达的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好像也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说，我觉得这个学的好难我都不会，然后老师教的我都没有用，根本就用不到。可是对童军人来讲，觉得不会啊，我觉得很好玩啊，我觉得很有趣啊。可是有没有可能也会出现像类似的状况，就是在你玩童军的过程当中，你 maybe 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跟问题或是阻碍。比如说以我为例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吗？我现在简报上面这一个手工艺，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图？蜻蜓，这什么动物？蜻蜓。神解的蜻蜓。答对了。我想问一下，你的团集会或者你在童军活动当中有没有做过类似的东西？有的请帮我按举手键。很多，对不对？好，谢谢，一定非常的多。对，好，请放下，谢谢。特别是幼童军团，很多的团集会都会带孩子做手工艺。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有发现就我个人过去的学习我做手工艺的能力超差的。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手工艺能力其实不行的？帮我举手一下。OK， 谢谢。那你不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团长叫团长，结果手工艺那么烂，哎呀，怎么教孩子？会不会有这种心情，对不对？好，所以其实我们真的不会所有的童军技能都面面俱到。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是童军团，然后我们就是做这个东西。然后我那一天其实做的，觉得我的进度一直落后，我就看到我旁边的伙伴就是很快就做完了，然后他就开始给团长考核，团长说 OK 好，然后 OK 就可以离开了。然后旁边本来一团里面有4个小队，然后剩下2个小队，剩下1个小队，然后我那个小队的人就从那个8个人变6个人、5个人、4个人，然后最后只剩我1个人，就变成全团只剩我1个人还在做。我那时候其实心情非常的沮丧，我是一边掉眼泪一边做的。我印象很深刻，我那个团长就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就说：“光正没有关系，这个你现在没有做完没关系，你先收着回去再慢慢做。”我觉得那个时候团长给我这样的一个话，会让我觉得有一种被肯定的感觉，因为真的很多孩子在学习过程当中会是有挫折的，所以我一直很记得那个很温暖的团长给我的鼓励，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在我国中你看记到现在，我还能够感受到当时他的那种温暖。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身为这个童军的带领人，不管是团长也好，或者你现在可能没有带任何的团，但你有可能会进行教学。我觉得这些问题你可以不妨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情？那你怎么克服的？那个时候的团长是怎么协助你的？那你自己本身又是怎么样去克服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关于学习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方法，也有他不同需要去克服的一个困境。所以我很想要简单的调查一下我刚刚分享的是童军团手工艺的经验那可不可以我这边留个起跑线麻烦大家在起跑线下面写一个，你有没有在学童军的过程当中遇过什么样的阻碍跟困难？不管是很小的时候，现在都可以。你就很简单的讲，比如说手工艺或者是火梅棒，类似像这样就可以了，好吧？可以帮我留言一下吗？让我们来彼此那个同温层的取暖大会这样，看看大家是不是都有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学习上面的一个受挫的经验生活考验对，
生活考那实在是搞死人了，根本那个还要考那个生火断绳，对不对？超难的，怎么升都升不起来，甚至不会断。工程绳结带团康 ，OK， 好，很好，对，所以其实这些都会是职务辨识你看，所以很多人说，哎，你不是教童军的吗？啊，这个你应该要会啊，这个你都不会教什么童军，哎，觉得怎么会这么丢脸，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他擅长跟他不擅长的地方，像职务辨识，我其实根本也没有很厉害啊。谁有办法一看就知道，就是到底是2叶脉还是3叶脉还是什么声对不对？都马是用形色拍一下，然后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不管跟各位刚刚写的这个跳舞，跳舞，对，没有错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写下来的东西，你之所以会觉得挫折跟困难，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有可能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者更有可能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完成它，到底它中间的环节出了什么错？比如说绳结好了，一个步骤不对，后面就不用讲了，更不要讲说它有的还要拿来应用。所以我很喜欢我现在简报上这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学习都是让每一个学习者产生一种概念。很抽象的，什么是概念呢？好，我们来练习一件事情哈，我们先把操作型定义跟各位报告。概念的定义哈，就是说，对事物普遍而抽象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有共同性、普遍性，叫做概念。好，这样讲是不是很抽象，对不对？啊，这个教授上课都这样子啊，讲一堆理论我们都听不懂了啊。光正老师，拜托不要再讲理论了。好，我们给实际的案例来看。来，各位，你帮我看一下上面的这一个。好，我们来猜这是什么概念。来，我们一个来哈。我是一种字体，一个概念。好，再来，我本来是占卜时才出现，后来我常常被磨碎当药吃，乌龟看到我会怕。来，这四个词会凑成一个概念，有没有谁可以帮我写在留言板，或者是你开麦克风讲，这是什么东西？猜得到吗？一种字体，太棒了哦！谢谢瑞泰伙伴，对，它就是甲骨文。没错，那你知道为什么是甲骨文？你对甲骨文的概念是什么？哦，就是它是一种字啊，它是占卜用的啊，然后它好像是写在龟壳上面的东西啊。听说它好像以前是可以当药吃的。所以你看哦，甲骨文这一个词，大家为什么能够理解？因为我们有这些共同的后设。来，一样，下面这一个呢，我是一种四边形，我有2双对边平行，我的对角线垂直，视角90度。请问一下，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帮我写一下。这一题的答案太棒了，谢谢翰林伙伴。正方形，所以你看正方形，一个孩子怎么理解正方形？我一个2岁的小孩，你跟他讲正方形，他绝对听不懂，对吗？你跟他讲奶嘴，哦，我还知道奶嘴，对不对？所以其实学习都是一种抽象的知识跟具体生活的经验，它对话的历程。所以刚刚各位写的这一些，不管是绳结、植物辨识等等的。我们能不能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帮他先做这种概念的厘清？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答案。好，所以我们的抽象来讲，概念事实上还有分3种，就是事实，然后概念跟通则。好，我们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段文字哈，你可以慢慢的理解这些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通常事实、概念跟通则。事实通常就是一个最核心的，比如说这是一个四边形，是事实。可是所有的四边形都是正方形吗？没有哦，长方形也是四边形啊，对不对？梯形也是四边形啊。所以你说事实是四边形没有错啊，可是单一的事实它可能没有办法形成概念哦，所以它是一个不同层次的累积，所以越下面的越具体，越上面的越抽象。所以在我们常常老师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用这个方法来去设计我的课程，就是说，假设今天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那我怎么样让它可以慢慢的具体来导引学生理解？所以这会有2种不同的路径，一个是从很抽象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好孝顺，请问一下，孝顺是抽象概念还是具体的概念？孝顺，你觉得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抽象的，对不对？那我如果说帮妈妈奉茶，或者是爸爸累的时候，我帮爸爸捶背，是不是就很具体？对不对？
好，那帮爸爸捶背，除此之外还做了什么？所以这样的行为是孝顺的意思。我们的学习其实常常会在这样的一个来来回回的历程当中，帮助我们的学生。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学会了。所以童军很多的概念的学习，其实也是交织这样的一种方式再来运用。好了，我现在讲数学题。各位，你看一下这套数学题哈，这是我儿子小学1年级的时候，他现在其实是他现在也是小学1年级啊，只是他刚入学的上学期。他们班亲会导师的简报，我觉得很威哈，说哇，这是现在的导师都很厉害，1年级的导师就放这么专业的东西。他说奶奶家有3张椅子，有5个人要坐，1个人坐1张椅子，请问不够几张椅子？啊，这很简单啊，有5个人要坐3张，就5减3啊。可是你有没有思考一件事情？明明题目上面是说3张椅子，5个人要坐，学生会觉得，人怎么可以捡椅子啊？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明明它是3张椅子，题目是5个人要坐，你怎么会变成人去捡椅子嘞？那到底为什么这个答案可以成立呢？原因是因为我们让每一个椅子都坐了1个人，所以中间多了这一层意义之后，学生就会理解，哦，原来那个5不是代表椅子了啊，不是代表人了，是这个人坐了这个椅子了，所以他就占了1个椅子的空间了。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思维历程，它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可是它考的就是孩子对于这个数学的逻辑概念。好，那我现在出这一题，这一题一样，好，我很喜欢从就是考题来讲这件事情的。各位，你现在看到这道题目也是108年国中会考的题目，你看知道现在学生很厉害，题目都不能比长的。我们先不要管题目上面讲什么，我们现在直接看49的题目，然后大家请待会看完之后帮我在起始线下面回答。好，我们现在来带各位看这个题目哦。他说，如果台北当天所看到的月相是满月，那么同一天呢，阿正跟阿荣所在的月相会接近什么月 ？A、B、C、D。来，大家请帮我把答案写在起始线下。你觉得会看到什么月？玩萤火哦，没有哦，玩萤火是可能是刚刚那个很受挫的哈啊。我们现在来回答这一题，好，来。可以把答案帮我写一下吗？这一题，你先不要看上面那个什么出国旅行哦。其实这一题要考的跟上面那题的提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台北看到的月相是满月，你觉得阿正跟阿荣看到的会是什么月？有谁知道这一题吗？大家可以猜一下，有没有谁想要来写一下留言板？写错没关系，好，想想看。这一题哈，其实我觉得他考的非常的厉害。他其实要考的观念，其实跟上面这些什么纬度什么，其实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他这里要考的就是你到底能不能够理解满月、新月这些判断。哦，有人这个写 B， 好，写 B， 汉尼写 C， 雅婷写 C， 好，很好，好，还有其他答案吗？上弦新月，好，你看哦，光是这一题，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解读。好，你说，童军一定要对新闻有那个星象有理解吗？没有一定啊。可是我们其实也蛮常在讲这样的概念啊，所以我拿这个题目来给，可能大家共鸣性比较高。这一题的答案呢，其实呢，好，我先来放这张图。各位，你现在看到这张图，就是我们常常跟孩子讲的，怎么样去判断哈？太阳光过来了，对不对？好，我们常常看到右边是新月。左边是满月，上方是上弦月，下方是下弦月，所以很多孩子会把这张图背起来，然后他就判断说，如果台北的看的是满月的话，那阿正跟阿荣他所在的位置可能是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就去看上面的题目，然后来猜他可能看的可能会是新月或是上弦月。可是重点来了，我们从新月到上弦月到满月到下弦月。这样子逆时针跑一轮，每一轮从新月到上弦月要7天的时间，上弦月到满月7天的时间。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天看到月亮会出现这么多的状态。所以这一题其实要考的是什么？它其实要考的就是
月相会因为观察者位置而有所差异吗？答案是不会的，因为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在北半球，你所看到的都会是满月。好，所以答案是 B。所以这一题其实我要跟各位讲的概念是什么？你看，我们常常在教孩子一些知识的时候，我们如果都只是告诉他说啊，就是这样子啦，你把它记起来就好了，其实它就叫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好，所以我要用这个概念去讲的是，我们在学习童军的技能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学习一些相关的一些童军的诺言规律也好，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让学生去理解这个过程？所以我们的学习其实有分很多的光谱啊，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告诉他 A 就是 A，B 就是 B， 那就是比较左边的啊，然后选我就对了啊，星象好，对，好，谢谢哈，这个以后有什么星象的专业就找这个板桥220哈，直接就是开团哦，麻烦以后就是贝登堡学院开一堂星象课哈，我帮你预约哈。好，那好，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是大家就是按手掌键，鼓掌通过这样。好，开玩笑的啊，不要有压力啊，开玩笑的啊。谢谢这个板桥220好，那我要讲这张图其实就是说我们的学习常常会有一种从直接教学，一直到你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发现，中间会有很多的光谱。所以我们的教学，童军的教学，其实常常在这个光谱当中跑来跑去。有的时候他不懂，你就要直接告诉他。比如说生火，你就不能说啊，你玩完之后我再告诉你，那就很危险的，对不对？因为有风险，有一些安全性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说发现学习，我们就必须直接指导，因为这个跟生命安全有关的东西。可他开始慢慢建立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让他自己去找答案啊。他找答案之后，他很挫折，我们再来协助他怎么去找到好的方法，或是运用好的技能。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我们常常在用的只是没有那么学术性的说是什么指导性探究啊，只是专家学者把它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脉络让大家比较好理解所以这些不同的探究方法都是我们童军或者我们的综合活动课里面很常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所以童军怎么素养学习呢？其实在综合活动里面，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综合活动要教给孩子的东西。你有看到哪一个是跟童军2个字会绑在一起吗？没有。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些核心有出现绳结2个字？有吗？没有。你有看到什么工程绳结吗？你有看到职务辨识吗？你有看到落归名吗？都没有，它出现的都是所谓的上位概念。就像我讲的，这是一种情义价值。像我刚刚讲的，这个所谓的孝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行为往下走。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老师事实上是抓这样的一个核心价值，然后来看我的童军课可以怎么样来设计比如说好，我讲一个简单的，我们最常教绳结、单节、平节、八字节，这是我们国2的课本一定会教的前个最3个重点，单节、平节、八字节，接下来双套节，有可能信目节，或者是我们讲的那个就是带口节，这些可能开始慢慢变成双套节等等的，会慢慢发生。但过去的童军就是直接教绳结，教完之后考试考完，好，童长说过 OK 可以。可是今天换到综合活动课里面，他必须抓一个价值，那我就在思考，我教绳结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今天教绳结是要我来解决特定的问题，那我选择这个绿色下方这个危机辨识与处理。可是我今天讲绳结讲完了，我要他们小组一起来合作，打出一个什么绳结，然后过程中每个人只能用1只手来跟对方来合作看怎么编出一个所谓的八字节。所以我可能考验的是他跟人家合作的能力。这个时候我其实真正想要让孩子学到的是团体合作与领导。这样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是我们综合活动的上位概念。那么童军的技能跟认知就会是它下面的一个具体的运用所以它一定会配合我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
综合活动的童军就是有4大主要的内容，就是童军精神、服务行善、户外生活跟环境保护。那因为上次的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细讲比较多的细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表，你就会知道现在其实国中的童军老师都可以参考这一份。好，我现在跟你讲了，你就可以去问你的孩子，好，或是问你的伙伴，问他国中童军现在都在上什么。好，如果老师上的东西让你觉得很奇怪，你就可以上教育部的网站去下载这个，你就可以去看。你不是被尬这吗？孩子就说你很专业，你怎么知道我们国中要上什么？好，那我现在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个版本。你比如说，你看我们会有所谓的童军精神、童军发展，对不对？你看诺言、规律、名言，我们旁边还有补充说明，所以这些都会是我们熟悉的。我们在玩童军熟悉的，你看有这个什么，有方位啊，有旅行啊，你看绳结啊，你看都有讲啊，只是我要拿这些东西来去做什么样的情谊价值，好，所以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概念。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讲太久了，我要让各位来动动你的身子，好，接下来我要来示范一个叫做我在线上用方位来谈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课，叫做掌握方向不迷途。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在疫情期间帮这个我们的学生，8年级的学生，因为那时候都疫情嘛，所以只能线上，所以刚好这个是线上的版本。那你看到我这堂学习目标是，除了要讲童军的野外方位能力之外，他也要认识观察自然物的方面的辨识技术，再来他还要能够觉察说，这个方位辨识跟我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好，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上位价值。好，我们来开始进到这个我们的示范。来，那是2020年的事情。我就统计了这些3个数据。你看3难事件都是因为什么原因最大宗，也因为什么样的原因3难的统计比去年增加？因为那一年刚好行政院开放山林，很多的民众疯狂的去爬山。但也因为这样造成了很多相关的3难的事件。好，那现在一样我在起始线设一下，然后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请写下来这个填充题的答案。你觉得刚刚那个造成3难的主因是 A 迷路 B 风遮 C 饥饿还是猪失温？来写下你的答案。造成3难的主要原因。你要写 A 或是 B 或是写中文字都可以。好，大家想一想，造成3难事件的主要原因原因哇，大家都写迷路有一个伙伴写失温 ，OK， 很好，没关系。好，其实这一题的答案是迷路。那为什么迷路会造成3难事件？因为很多的人他们都会选择下切溪谷，就他以为他很懂方向。或他以为我们就顺着河流往下游走，但是往往在下切溪谷的时候，就会因此而坠落山谷，然后导致就是搜救人员找不到他，所以就有可能因为他没有装备，然后又逢低温，然后装备不足，就可能导致失温，所以失温就会导致另外一个危机，所以造成失温的原因有可能都是因为他迷路乱走。这个是行政院那时候统计出来的结果。所以我刚刚上面的这一些框框呢都是这个行政院的3难事件报告里面的一些资料我把它截取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讲方位之前，要让各位知道说，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你懂方位跟迷路是2件事情，但是你还是要稍微理解一下这是什么概念。好，那有的人说我其实很会迷路啦，那你到底是都市人还是户外达人？就是我连在都市，我连 GPS 我都看不懂。有这种人，对不对？有的是我一到外面去，我就马上可以知道东南西北。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所在的光谱跟领域，那没有关系，我们就慢慢的来理解这件事情。好，那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活动，就是呢，请你写出一种你知道野外方位辨识的方法，好吗？那一样，我设一个起始线，来，请大家写下来一种就好了。好，请开始。你觉得野外方位辨识方法，你写一种就好了。星象时钟辨识很厉害，手表北极星植物生长纹路应该是讲那个年轮，对不对？
啊，应该是那个纹路应该指的是年轮啊。好，墓碑，墓碑很有趣我没有听过墓碑，那个 Danny 伙伴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为什么墓碑可以辨别方位？你可以开麦克风说话吗 ？Danny 伙伴，写墓碑的这位伙伴，方便吗？可以吗？还是有人可以帮我解惑一下？是因为坐向吗？可能是坐北朝南，可能是坐北朝南。很多墓碑都会坐北朝南，因为方位的问题、风水的问题，那就跟那个庙的答案很像。坐北朝南 ，OK， 好。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它都是一种相对，我们大概可以理论上判断，可是实际上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海丽说电线杆很厉害，电线杆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讲的那些就是台电在做标记的那一些数字，好像曾经我忘记了有一年的也是会考题，也是考这一题。我跟你讲，就是童军学得好，自然科都会学得好，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很像嘛。太阳能板，OK， 好，各位都写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代表各位其实对于这样的概念是有一些理解的哈。所以野外辨识不困难嘛，流星这个观察很自然嘛，回教国家会祈祷面向西方，很棒这个在台湾可能确实就大家比较想不到这个答案。这个确实在文化习俗上，他们都一定会知道西方在哪里。哇，非常好，谢谢你的答案很棒，我又学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知识谢谢。所以你看，大家的回答都会根据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方位那现在呢，我们要来让大家又再来烧脑咯，我们要来烧脑了。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这个活动？如果有玩过的话呢，就当作没玩过，好不好？来。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就这张图的判断来讲，可以判断得出吹什么风吗？第一题要先解答出来，你才能够回答第二题。好，来，谁可以来解答一下吹什么风？好，待会的你们把答案写在下面，就是你可以1跟2一起回答。比如说，你就写北，然后逗点早上就知道你觉得是北风，然后时段是早上。来。有没有谁可以来回想一下，或是说提出一下你的想法？南北南北风，南风早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小的伙伴可以开个麦克风，跟大家说明一下为什么你觉得是南风是早上？因为树的那个生长方向。在就是后面有旗帜，还有就是他在煮那个应该是午餐吧，虽然有西瓜，而且也没有在消暑吧。所以南风的来源是因为先判断风吹的方向，还有再判断方位的位置。对 ，OK， 那因为植物的生长那一端比较接近是南边，对。那因为南边为什么是南边？因为我等一下会讲那你的逻辑是这样那因为知道左边是南方了，再看到影子的方向就知道那边我们的这张图的下方就会是东方，然后来判断东方的影子会比较长，所以是早上。然后我们给伙伴用按那个方式掌声鼓励一下，很厉害，太棒了。对，因为这一题的答案确实就是南风跟早上。那我给孩子玩这个游戏你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你有玩过这活动吗？没有。那你很厉害超强的。我跟各位报告这一个图总共有9个问题，这只是其中2个而已。我觉得这张图很适合在童军的这个团集会来玩，因为它有很多跟推理还有观察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线索。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跟童军的伙伴来谈什么叫做观察好，那一样南风叶子生长的地方比较少那火焰的方向知道，所以可以知道上一题的答案来推下一题的那这个我用这个游戏就是跟学生去讲图片来源这个我有点忘记，因为那是我参加一个之前很久以前参加一个伙伴的研习，然后他是给我一张学习单。
把它拍下来。对，好像是海马给我的，那时候我们就是传那张学习单。不过今天这个你们可以截图了因为这个我记得它是从美国那边，然后有一些人去做一些翻译，然后如果你上网去打，你也会在网络上查到这类的图，因为它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一段时间哇，子晴伙伴太强了，马上就是提供资源的太厉害了，这个童军果然就是好玩测验，对，就这个太厉害了哇，大家可以有空玩玩看，我觉得很有趣啦，就是教学有的时候如果你直接讲方位就很无聊嘛，你给孩子玩一下这个东西，然后他可以有些连结，我们这样上起课就比较有趣，那再来讲这个知识的东西，他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子推理来的，他就可能会比较有一点认知，OK， 好，那现在我们要来进行的是实际方位的运用。好，现在我先把我的这个简报先停止分享。好，我现在请大家到我们的 Jamboard。好 ，Jamboard， 我现在分享我的 Jamboard， 那请大家先到 Jamboard 上面去。然后你现在有没有看到 Jamboard 上面我也有分 A、B、C 3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是 A 组跟 B 组，所以就请。待会呢，就是在你所在的组别，好，所以 A 组的人呢，现在就把你的画面呢切到 Jamboard 的 A 组 ，B 组的人呢就把画面切到 B 组，然后帮我一个忙，我们一起选一个所谓的画笔，我们不要选太粗的，我们就选最左边这个画笔，等一下，对，最左边这个比较细，好，最左边这个画笔，然后待会都停在这个红色的点点这里。可以好，那我待会呢会讲口令，然后你要按照我的口令画出那条路线，可以好，待会请按照我的口令画路线好，那我要来开始说口令了好，来，现在请各位把你的游标摆在红色点点上，然后呢往右上方斜走，往右上方斜走，好，现在大家听着我的口令就可以开始进行了往右上方斜走，好，再往左上方斜走，再往左上方斜走，好，接着在右边平移。好，第3条，接着在右边平移，再来往正下方移动，然后最后往右下方走到底。好，停，好，抵达后在终点处画一个三角形。好，来，可不可以有人开麦克风告诉我刚刚讲的很清楚吗？你觉得我刚刚讲的清楚吗？清楚写1，不清楚写2，你可以在留言板回应我。你觉得我刚刚讲的清楚吗？知音伙伴，你实在太挺我，我讲这样你还觉得很清楚知音伙伴你真的是有人觉得很清楚啊，你太 gay 了，我都刚刚问我没讲我们先相信嘛。你们真的是太点不清楚，对不对？好，现在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了。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就是很多人在跟你暴露的时候，就像老师刚刚这样子你往那个右边看到什么？左边走，然后你公干，你说的很清楚，但是我听得很模糊，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帮我按一下举手键，好不好？你有这种经验，太好了，对，好，很好，谢谢。你看，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明明生活当中就很常在暴露，然后你也会听录，可是就会有这种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走，对不对？像我们的留言板上面有人说没有告诉我距离啊，你没有告诉我要走多久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学方位就是要学怎么样具体的让人家知道方向。好，现在呢一样把你的 Jamboard 滑到第10页 ，A 组滑到第10页。B 组滑到第11页，好，现在老师不讲了。你有没有看到这一个版面跟刚刚不一样了？
这个版面多了一个叫做指北针的东西，而且是有角度的。再来，这个版面多了很多的格子，所以现在老师其实刚刚讲的这个概念，我把它具体化了。你现在按照这一个版面上面的指示，你自己画画看，好吗？所以现在就请你一样哦，选一个颜色的笔，然后移到红色点点，然后开始来练习把这个方位画出来。所以45度到底要往哪个画？你可以参考右上方的这一个罗盘，而且我也清楚的告诉你走几格，所以你只要按照老师的路径，然后呢一个一个的画出来。但是你可能会比较困惑的是北北西，这个北北西到底是北边西北，所以这个有点挑战你的这个空间概念哈。所以就要试着画画看哦。好，来大家开始练习，很好哦，看到很多同学都很认真的在练习画这个方位哈。好。很好，很多人已经画到第3条了180度南方走到底，很好，感觉大家画的路径开始慢慢趋向一致了很好哦，都画得很不错，看了一下我们到底是 A 组跟 B 组哪一个画的比较平均，你看 B 组很有趣有一个红色的跟橘色的线就不太一样，对不对？不过没关系。你现在就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来画待会我会公布正确答案我会公布正确答案。好，大家都非常的厉害大家都非常的厉害，好，都沉浸在自己这个画的世界里面，非常好，好，感觉大家都已经画的差不多了好，有的人已经三角形画出来了B 组也画很多三角形的好，很有趣你有没有发现？就算是我把方向跟方位告诉你的，你看 B 组的，大家帮我移到那个 B 组的 Jumbo 版面来看一下你看 B 组其实还是有一些概念上不一样，对不对？到底要走多长的格数，对不对？好，那现在我来看到简报大家可以看简报来。这一题的标准答案，事实上我自己是这样子画的看一下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第5条是这样子的所以老师，你这个北北西方向穿过3点到顶端根本就是有问题嘛？怎么穿过3点？有穿过3点吗？1、2、3所以它是相对来讲比较斜的角度好，那我用这个方式要玩什么？我要用这个方式让学生练习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今天是用口说的，你可能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会乱画。给了你一个工具之后，你可以慢慢练习，可是还是会发现会有误差，这是正常的，所以才要大家慢慢去练习看指北针，因为北北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可能就是陌生的，所以其实透过这个游戏，其实就可以慢慢让学生去觉察到，原来方位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做判断的。好，那这个游戏是因为是线上，所以我直接讲，那你们这样做。那个时候呢，我其实是让学生玩这件事情，就是我现在给各位看的这一个简报，就是那时候他们都有一张学习单就是让他们先下载这个 Word， 然后呢，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分组活动嘛，所以我是把这一张图给队长，那请队长按照这条图的路线报给队员听。好，那现在我来给各位听一段，这个是学生实际上画出来的这个作品那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很多学生在过程当中，其实他就会开始进行沟通。然后呢，你就发现他们其实很多在过程中是觉得，你为什么都讲得不清不楚的就开始在吵架这样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产生好，所以我要讲的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跟沟通会有很多的关系。好，甚至呢，你也可以这样子玩，比如说你给这一张图，然后你给队长，然后请队长呢，就是
报给队员画一样的路线。好，这个游戏叫做我说你话，很多伙伴应该都有玩过这个活动，叫我说你话。好，那玩完之后，就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怎么你讲的都不清不楚，好，就来谈沟通这件事情。哎，知音伙伴，你一直举手是有问题吗？来，不好意思，忘了放，谢谢。好 ，OK， 好。所以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已经9点20哈，我要用方位的部分让大家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童军的技能跟生活的经验来做结合，那么你就可以从中去引导跟很多沟通啊，或者是跟实际生活的应用啊，产生一些连结哈。那最后我想要邀请大家，在这个简单体验之后帮我在13页的 Jambo 留下你的观察，也就是你觉得我第一次讲跟第二次让你这样子做指令的不同在哪里？所以大家现在就帮我全部都移到 Jambo 的13页这边。然后用便利贴写下你的观察，这个游戏给你什么样的观察？你有观察到指令哪些不同？那2次的指令感受怎么样？那这样的一个游戏，你有学到什么样的技巧或观念？那如果是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方位的活动跟游戏可以怎么样做延伸？那他帮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学习的一个统整。好，那请大家来可以开始集思广益的来写一下。不用写名字不用写名字。有人说指令抽象，很好，谢谢啊。第二次比较具体很好。事实就是你觉得到底哪里不一样？好像跟想想抽象具体，或者是第一次都没有图，第二次有格子了。第一章都没有那个罗盘，第二章有了，就是你看到的什么事实。而第一个我觉得老师讲的很清楚，可是我听不太懂第二个老师没有讲，文字写的很清楚，类似像这样子量化定位很好，抽象到具体好。那感受就是我觉得好像有比较好，我觉得没有比较好，类似像这样你可以就是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小队间彼此的鸡同鸭讲。我跟各位讲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你一定要在团集会玩这个活动，特别是刚刚那个我讲那个我说你话的这个活动，因为比如说像我在简报上面的这一张图这一张图是我把我儿子在墙壁上面乱画的涂鸦拍起来，然后丢给那个各小队小队长，然后跟他说你要想办法说清楚这一张图，让看你的队员能不能跟你一样，所以考验你的领导能力跟沟通能力但是你不可以帮着你的队员写，你也不可以呢就是直接给他看你唯一可以用的工具是你的嘴巴那队员可以跟你对话，但是你要讲清楚。然后这个时候小长就很崩溃，他们就你到底讲什么？你讲清楚。然后长长说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孩子呢就会在沟通的部分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这就是我们很好介入的时间，我们就会说你刚刚是用什么言语沟通的？你用了什么技巧？所以这个游戏其实很适合谈沟通，特别是适合那种就是小孩其实也很好玩。小孩就是他话都讲不清楚。那有的人就会用一个比较抽象的，比如说像你现在看这个简报上面的这一个，有人就会说各位我跟你讲，这个看起来是像一条鱼啦所以你画一个鱼头鱼头是三角形比较往左上方游所以帮我画一个鱼头。这就有趣咯，就是每一个人在诠释的时候，他都会用他自己觉得应该大家可以理解的观点，然后来分享。所以这个游戏除了谈方位之外，我觉得它更棒的是它可以谈到沟通，然后它甚至可以回馈到说，你平常在沟通的是不是常常会有这种鸡同鸭讲，或者是就是言就是不对盘，然后常常就跟人家吵架，对，那我们就要练习好好讲话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讲很多的童军技能怎么跟我们的生活经验来做出一个逻辑的连结这个其实就是我今天想最后要带给大家的一个概念好，那因为时间真的差不多了9点25了，超过5分钟好，那我今天的课就先
停在这个地方。那我就用这个所谓的就是反思4F 来为今天的课程下一个注解，就是所有的学习，童军的技能的学习，包含做活动的理纲的学习，我们都可以在技能之外呢，把它提升到一个上位概念。重点就是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到底要传达的概念是什么。那我们的教学如果讲得越清楚，学生就会越能够明白到底今天在学的是什么内容。这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好，以上，谢谢大家今天认真的参与，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太好了，谢谢光正团长、光正老师。哇，今天又是收获满满哈。好，那我们大家来开个镜头。好，我先跟光正老分享，师先合影一下。好，好，全都在了吗？叮咚叮咚，还有没有人想开镜头还没开的呢？哦，我看到有人说非常棒哦。光正老师看到这样的是什么感觉？很开心啊，谢谢大家。OK， 没气氧了，太好了，太好了。好，都在哦。那我要来拍照喽，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字幕拿掉哈。叮咚，超级厉害，哇！好，这个非常非常大气的给我们回应，好，谢谢谢谢。看一下，往这边喽，来开镜头，3、2、1，哦，有人要举3指了，好，来3、2、1，加，好，非常好，这个1、3、2、1，好，我也举了哦，好，谢谢各位。好，那就是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有志的就自由离线了。谢谢谢谢。好，谢谢。那光正